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两个，一个英国下周打疫苗，第二个美国众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终结中概股那么我们先讲第一个，英国下个星期开始打疫苗了。这个疫苗是辉瑞跟这个德国的叫什么德国的这家辉瑞的这个疫苗啊。那么我先讲一下这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啊。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进行全国广播他宣布武汉肺炎疫苗下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接种，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接种武汉疫苗的国家约翰逊说，春天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近在咫尺。英国每日电讯报明天的头版头条的标题是 Now we can reclaim our lives 怎么翻译呢？大家可以给我一个你们的翻译版本好吗？我是这么说我们现在可以重返自己的生活了那么药品和保健产品监督局表示，辉瑞 BioNTech 的疫苗可以提供 95% 的保护率，可以下周安全上市。英国已经购买了4000万剂疫苗那么可以给2000万人打这个疫苗，其中500万剂将在今年年底到货第一批80万剂几天之内就可以抵达英国。英国大约有50家医院已经准备好注射另外还有一些比如像会议中心这样的疫苗接种站接种点已经准备就绪这是有史以来研发最快的疫苗。那么从概念到这个上市只花了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以前3-5年吧，10年说太久，3-5年才能完成的一个这个研究的这个步骤。专家说虽然开始接种疫苗，但是呢，大家仍然要保持警惕，遵守社交距离，戴口罩，并且进行检测要求他们隔离那么英国卫生大臣说接种计划将在下周开始，医院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英国的疫苗委员会将会决定优先接种的人群，包括养老院的居民医护人员、老年人以及临床上极度脆弱的人群那么到了明年50岁以上的人群以及有基础病的年轻人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接种，每个人需要2针中间间隔21天，第2剂是加强剂。那么英国也和这个他本地的一家这个公司那么辉瑞是美国公司了，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公司订购了1亿剂新冠疫苗那么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牛津疫苗它是另外一种模式基因改造它是个基因改造的模式那么辉瑞呢就是叫核糖核酸模式就是把一段基因放到那里面去就是进行一个叫什么我们之前讲过，我就不重新再说了辉瑞的疫苗需要零下70度用干冰包装辉瑞他们自己研发了一种容器来就是运送和储存这种疫苗那个 Moderna 是和辉瑞一样的叫 mRNA 的这种模式那英国订购了 Moderna 700万剂那会在明年到货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新闻。说明什么？说明2点第一点，大家想一下，当我们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疫苗最重要的是疫苗。
那么所有的国家，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想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要解决疫情，我们就必须打疫苗。所以你可以看，从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球上最厉害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不是美国，是英国。为什么？因为他下个星期就开始打了。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国家的人都在想一件事情，我们尽快的打疫苗。那么最先做到这件事情的是哪个国家？是中国。所以你看，中国政府他很多事情他想在前面，但是中国他做不到，为什么？他手潮。什么叫手潮？活不行啊，这个蒙骗起家，所以他没技术、没能力，做不到这一点。但你看，辉瑞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啊，这个New Bio这个公司叫什么？这家是一家德国公司。这两个公司合作产生的疫苗，却是在英国先打，说明什么？你看，所有人都想做打疫苗，想明白这件事情的人，我相信很多，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却是英国最先做到。所以说，英国是这个地球上最厉害的国家。实力最强是谁？实力最强是美国啊，12个疫苗3期有4个在美国啊，这是美国实力最强。但是美国没有做到第一，什么原因？这里面很多原因，我们只看结果。英国先做到了，他有牛津，牛津且没有那么快，牛津要到明年才可以上市。所以，第一，你看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第一要想明白什么？最关键点是什么？最关键点是疫苗。第二，你想明白之后能做到，中国政府想明白很清楚，我们要赶紧打疫苗，他的活不行也没用。活不行你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来美国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来美国最深的体会是，美国是有实力，但是呢，它还是从运行机制来说，它还是不如英国啊。英国还是英国的体系啊，整个的效率和体系那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受到的教育当中，经常会贬低英国，说英国是个没落的帝国啊，但是英国还是最厉害，这个没有讨论空间啊，这个是事实啊。为什么？疫苗，因为终结疫情只有疫苗，不终结疫情就会不断的死人，所以在这个时候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是最厉害的政府，没有别的讨论空间啊。好，这第一个主题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讲什么呢？美国众议院12月2号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啊。那这个法案规定，外国公司如果连续3年不能遵守美国公共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规定啊，就是 PCBOB 啊 ，PCBPOB 啊，就不能在美国的任何证券市场上市。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就意味着所有的中概股都要退市啊。那么白宫表示，预期美国总统川普将会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啊，这个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啊。这个川普总统签署这个法案肯定是没有疑问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是今年5月份在参议院一致通过，没有人反对，一致通过啊。然后今天的众议院进行的是一个简化程序啊，审议这个法案。什么叫简化程序？就是3点。第一点，直接把参议院通过的那个法案拿过来，不重新起草一个新的法案，直接拿参议院的版本。为什么？如果众议院重新写一个新的版本的话呢，那众议院通过之后呢，两边还要合并版本，合并完了之后呢，再分别投一次票，通过了之后再去给白宫签字啊，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法律。
那么现在的检疫程序是什么？就直接把这个参议院的这个版本拿来，直接拿来讨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限制讨论时间，你可以讨论一下啊，但是不能够太长。这第二个。第三个，不能修改，你要么同意，要么反对，只要2/3通过就通过。就是这是检疫程序。检疫程序的目的是什么？检疫程序是因为两党有共识，因为这个法案本身就是众议院在参议院两党已经通过了的。那么在众议院其实也是有2个众议院跟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众议员提出来提议的啊，所以他们其实两党是有共识的，所以他才能够采取这个检疫程序啊。那么通过了这个版本之后，就不必再合并版本了，直接就可以送到白宫，请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啊。那么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10月份发的一个文件显示，截止10月2号，中国企业在纳斯达克、纽约交易所和美国交易所3大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自中国的上市公司217家，其中13家是国企，总市值2.2万亿美元。所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资本市场有巨大的融资规模啊。中国企业今年1到9月份总共有23家中国企业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23家。那么上市规模占这个整个的新上市公司的规模的1半。知道为什么这个华尔街清供了吗？看总集资规模是120亿美元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川普总统今年7月份成立了一个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由这个财政部和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成。那么成员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和财政部长。那么这个小组进入11月份，就在这个连夜加班的在做一个工作，做一个什么工作呢？起草一个新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修改这个交易规则，证券交易规则，加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内容，就是说，如果在美国上市的上市公司连续3年不能够通过 PCPOB， 就是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的这个审计，那么就要退市。但是这个他起草的这个规定允许他退市的同时，在美国进行场外交易。所谓什么叫场外交易？就是柜台交易可以进行柜台交易。那么现在的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不可以柜台交易，退市就退市，就更严格。那么今年3月份，中国修改的这个证券法，证券法里面规定，其实今年3月份修改的证券法针对的就是这一点他这么说，他说境外证券监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活动，那么除非获得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好了，中国证券法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任何一家公司，你都不可以让境外的证券监管机构看你的文件和资料但是呢 PCBOB 要求所有的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允许 PCBOB 去审计它的底稿，就是文件跟资料。这2个法律是就是中国的证券法和现在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正好是对着的。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讲中概股都必须退市？原因是什么？因为中概股就在中间，
这边要它往左边，这边要往右边，两边都过不去的。过不去意味着什么？这些中国的上市公司必须退市，没有别的中间路可以走啊。中间其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经提过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这个审计公司啊，就是这些审计公司代理他去查，但是呢，中国不退让啊，中国不退让，实际上现在这个结果就是一拍两散，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持续了10多年，就是中概股跑到美国上市的那一天开始，这个问题就是存在的。因为中国的这个证券法也好，中国的这个保密法也好，中国有几个规定都规定的很清楚，美国不可以，美国的证监会和 PCBOB 不可以看。它的理由是什么？国家安全，它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就是说你不能够把资料，当然中国的会计法也是规定的，中国的会计法其实一开始就规定所有的会计凭证是不可以离开公司的，就是不可以离开你的就是你的公司本地，除非就是工商局或者税务局要调，你可以拿去，但是你还是要放到公司的，不可以离境。所以会计法，中国所有的法律都规定，基本上这件事情不行啊。所以从中概股开始有的第一天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那么这个问题存在呢，华尔街呢当然是希望这个浑水摸鱼就算了。为什么？因为中间有太多的利益。你想一下，本来有一个，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7月份成立的那个金融市场小组，其实他们也做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工作。就是他也要达到这个效果，他怎么想的？他们金融小组其实提议，就是说你纳斯达克或者是纽约交易所，你们修改这个交易规则啊，修改你们的上市规则，把那上市规则修改了，那么中概股我就不用改我的这个交易规则。因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要改的话，它要公示，要走很多的程序。他就希望交易所直接去改，交易所改，反正他是商业机构，他说改就改了。但是纳斯达克跟纽约交易所根本不改，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一改这个规则，中国的企业都跑了，因为他们就上不了市了啊。为什么他不愿意改？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利益了，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一年10几万。纽交所更贵啊，那么中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造市商啊、买卖差价啊、交易啊、佣金啊，那多了去了。所以，其实华尔街真的是这件事情上的最大的利益方啊。那么，外国公司问责法有2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什么？第一个要点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连续3年你不能满足 PCBOB 的审计要求，达不到这审计要求的话。他不一定非得查你，但是他要查你的话，你必须能拿出来，就是那个我们叫会计凭证，你要得把会计凭证给他看。他是抽查，其实他到处抽查，随时查。所以为什么美国的这些财务不敢造假，就是他随时查，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你给他看的话，你很容易查出来。所以这里面就是威慑力很大。但是中国是什么情况？当然，中国证监会证券法为什么要那么改？其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会计造假。中国会计造假无日无之，就是从国企到私企，从外企到什么，反正都在造假，全部都在造假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就说连续3年，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那你就退市，直接证券交易委员会直接取消你的上市地位，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
上市公司必须证明它不是外国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你要自己证明一下啊。那对中国很多企业来说，它是有影响啊。那么5月份参议院通过，6月份交到众议院，众议院一直拖着没表决，为什么？华尔街疯狂的在游说啊。那么哈佛大学叫弗里德啊，弗里德就是做证券分析啊，他当时就预测啊，说这项法案不可能在众议院通过，为什么？因为只要他通过，中概股就会撤出啊，中概股撤出，美国投资人受损，但是中概股撤出，损失最大的是华尔街，华尔街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游说，所以呢，只要付诸表决，就一定会通过，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气氛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认为华尔街一定会阻止这个众议院表决啊。那现在证明他的判断是错的，众议院已经表决了，而且通过了啊，我相信很快会变成法律，川普总统很快会签署啊。那么这里面有2个问题，这件事情有2个影响。第一个，大家刚才记得刚才的数字吗？2.2万亿美元，中概股的市值是2.2万亿美元，非常庞大的数字啊。那么中概股会陆陆续续的离开，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美国的资本市场就开始脱钩了，这其实是川普总统的一个就是资本市场的脱钩的一个计划之一，只不过川普总统他是用行政手段让这个财政部跟证券交易委员会去搞这件事情，结果被美国国会捷足先登，先把这事给办了，而且他是用法律的形式去办，那这件事情就影响更大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资本市场脱钩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的发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什么标志？你可以看哈，在中美之间经济关系当中，有2个关系是最关键，2样东西是最关键。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贸易。一个贸易啊，影响贸易的是什么？就是关税啊。所以去年9月15号，川普总统开打贸易战，第一件事就是上关税。所以关税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啊，各种各样的很热闹，但是都不是决定性的。今天这个是决定性啊，今天这是什么？资本的纽带，一个是贸易，一个是资本纽带，然后中间穿插一些什么？穿插一些签证。签证是什么？签证就是科技吧，科技领域的这个脱钩。其实你可以看啊，就是说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啊，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情况，但是你从现在的目前情况来看，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完成了3个动作。第一个，贸易领域的脱钩，就是关税，关税已经上去了，那么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签了，然后应该会有第2阶段协议的谈判。第2阶段的协议的谈判其实更重要，比第一阶段协议更重要。第一阶段只是让中国买东西，我觉得那不是特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资本市场的脱钩已经启动了，中间穿插的这个签证啊，这个签证的政策，这3件事情川普总统完成了，这是非常，就是说从脱钩的这个战略来说，这个大框架已经基本上形成啊，基本上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法律啊。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概股的会计造假其实受到损害的是谁？美国的中小投资者。中国的会计造假已经到了，你看哈，我就稍微读一下，瑞幸咖啡今年4月份，8月份爱奇艺啊会计造假，9月份这个跟谁学啊都是会计造假，所以
这些会计造假的问题，如果不能够美国的 PCBOB 不能够进行全面监管的话，我觉得让中概股退市是对美国投资者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请大家尽量的简短。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是第3次啊，今天的新闻很多，其实还有很多的新闻，比如说川普总统说，如果国会不取消这个230条款，我就不会签这个，我就会废除这个2021年的国防授权法啊，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拜登说，如果他上任，他不会终止这个，不会取消25%的对华关税，还有第1阶段协议也不会即时终止，他会再看一看，然后再跟其他的盟友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前面那个我觉得是川普总统是要拿一下国会啊，230条款对川普总统来说实在是很难受，他很不高兴啊，这是一个。但是国防授权法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这件事情要闹翻了，真的是对美国影响很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拜登的这番表态是今天的《纽约时报》的新闻啊，《纽约时报》的专访啊，表明什么？表明拜登的态度，拜登的取态基本上跟我们的判断是一样的。拜登作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政客啊，他不会把川普政府的政策一敲给铲干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会继承川普的主要的政策框架，尤其是对华的政策框架。但我觉得美国优先，我觉得他会放弃，但是对华政策他会保持，他会在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础上再加上他的政策特点。所以在此之前，很多人在预计啊，这个拜登会把川普政府的很多政策给改掉。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看错了啊，看错了，我们看对了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还有很多新闻，其实还有很多新闻，我们就不可能全说了啊，我们就集中的讲这几个重点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啊，都是有深远影响的事情啊。John 江谢谢 ，Eric 姚谢谢，阮光能谢谢 ，Paul 孙谢谢，邓丹谢谢 ，Molly 黄谢谢。好，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情况：加拿大阿省疫苗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1到3月，10%的人接种；第2阶段4到6月，覆盖30%；第3阶段就是秋天。第2阶段已经基本上，如果达到40%的话，基本上全民免疫了啊。问题先点赞再提问。有观点认为新冠病毒正在弱化，并且逐渐成为类似普通流感。张文宏警告，今年冬天疫情还可能反扑。那么是否说明这种病毒弱化观点不靠谱？网友说这是洗脑，病毒减弱没那么快，其实就是掩盖中国初期死亡率高、检测不足、抗疫不力。我的看法是，病毒毒性减弱是真的啊，它是在逐渐的减弱它的病毒，因为病毒它也是这个叫什么，求生欲望很强啊，它不希望把它的宿主给弄死啊，因为把宿主弄死了，它自己也得死啊，所以它会很快的把它的病毒降下来，而且宿主很快死掉的人，他就没办法传播出去了。所以它的病毒的毒性是在下降，这是第一个，这是没有错。而且它会逐渐变成一个流感病毒，就类似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其实是跟人类共存在一起啊，长期跟人类
共存在一起的一种病毒，所以这个判断是没有错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也就是说，你看我们每年要打这个流感疫苗，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已经生活在我们社区当中，一样的，就是武汉肺炎的病毒也逐渐在人类生活的社区当中，生存下来，除非它的毒性非常的强，那它在就是它寄宿的宿主全死光了，它也就没办法传播，所以它的病毒毒性下降。然后呢，我们可能以后都得打啊，经常得打这种疫苗啊。观点：对于非高危行业一线人员、非高危人群，比如老人、长期病患者，什么情况？当然，第一批打的肯定是，首先是什么？老人院，老人院是集中发病地方最高的人群。所以首先是老人院，然后是医护人员，然后是医院里面的那些就是已经有基础病的老人，然后再往外啊，包括那些紧急的那些人员，他经常要接触公众的这些紧急的这个服务的人员啊，其他人则会再晚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跟我之前一直认为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啊。情况据上游新闻报道，哈尔滨一小学116名师生被感染，该校已经停课。OK， 提问，请问有办法利用香港金融地位，将香港与 CCP 的矛盾转移为 CCP 与西方政要和金融大佬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西方制裁 CCP， 帮忙解决香港问题吗？这个很尖端啊，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香港与北京之间的矛盾，根本矛盾是什么？香港与北京之间的根本矛盾还是价值观的冲突，就是香港是个资本主义社会。香港实行的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的情况下运行的一个社会。那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共独裁的一个国家。那么本来一国两制中间有一条线，井水不犯河水，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是普世价值观，我是资本主义，你是社会主义，你爱搞啥搞啥。现在不行，现在他要把你变成社会主义，要变成一国一制，一国一制嘛就社会主义。那么中间发生了社会制度的冲突，其实现在看不出来。现在最先发生的冲突是什么？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才是最根本的冲突。那么中国跟西方之间的冲突是什么冲突？其实最根本来说，从根本角度来说，还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就是价值观的冲突，所以其实你不用转嫁，其实中国跟西方国家，跟美国也好，跟欧盟也好，跟日本也好，根本的冲突还是价值观的，它跟香港的冲突没有区别，只不过它体现的领域不同。中国跟香港之间的体现的领域不同，中国跟香港体现的是什么？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那么港版国安法这个领域啊，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发生的这个冲突，它体现在什么？地缘政治、经济啊、政治、军事这些领域，它体现的领域不一样啊，但是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背后东西就是价值观，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说怎么转移啊？其实为什么西方国家、西方的这些组织民众会支持香港人，其实支持他们的是什么？是他们的价值观啊。情况，美国 FDA 主任昨天接受 ABC 采访说 ，FDA 专家正在日夜兼程审阅辉瑞和 Moderna 的数据，并且分别将于12月10号跟12月17号召开公众听证会，疫苗在听证会后上市。还不错。
我为什么讲英国最厉害？英国最厉害，英国也有它的审查制度啊，但是英国人想得很清楚啊，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做的比较漂亮，因为尽快的让疫苗上市这件事情，肯定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第一，看明白最重要；第二，能做到也很重要，两件事同时发生。观点：本人居住在英国10年，英国的全民医疗 NHS 实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系统。在英国眼里，麻烦的分级治疗其实为整个的系统做了最合理的资源分配。我们的医疗系统中完全没有资源分配这个概念，所以导致公众卫生危机来临的时候毫无科学的管理办法。情况：王生作为一个曾经在大陆做过医药销售工作，家里近期还开着药厂的听众，我想提醒大家几句：中药和中成药不要吃，如果长期吃这些药，请定时去做肝功能检查。打疫苗也真要小心，给孩子打疫苗，请一定小心再小心。谢谢王生。大家听到了吗？中药、中成药不要吃，而且要做肝功能检查。然后是小孩子打疫苗，小孩子其实可以晚一点打。一般来说，小孩子就说从武汉肺炎来说呢，就是小孩子的感染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让孩子晚一点打是合理的一个选择，好吗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